又到了需要做整年投资规划的时候了。那我们先看看经济大环境怎么样，今年适合大干一场呢，还是小心谨慎一些？我们看一下去年，去年的话，美国的短期利率到了5.5%，是个高利率的时代。那部分定存 CD 利率呢，一度超过7%。这个呢，我在视频当中只要出现了，我就跟大家说过。还有呢，就是美股，美股啊，去年光是指数 QQQ 就涨了53%。那还有一些大的股票，比如说是英伟达或者脸书，就翻了2倍。超微半导体就是 AMD， 它翻了1个倍，然后特斯拉也是翻倍。这些呢是在市值1000亿以上的大公司。当然还是有一些其他的公司，比如说苹果、谷歌、亚马逊也有不同程度的涨幅，但是他们股价没有翻倍，所以说我们就先不管了。还有一些市值100亿以上的公司，他们呢在去年也有不同程度的2倍到3倍的增长，这个我们之后再看。这么看下来的话，去年的日子还挺好过的。那你去年赚到钱了吗？如果你赚到钱的话，那你肯定是非常非常厉害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呢，其实去年全球的 GDP 是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，比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还要低。去年的话是3.0%，低于2022年的3.5%，也低于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3.2%。这个数据是在去年的2023年的7月份发布的一个预测，但是跟年底的数据其实差不了多少。这个中间呢是105万亿的世界经济，其中美国和中国占个大头。如果按照百分比来算的话，美国占的是25.54%，中国占比是18.43%。这上面的话是它一个经济体的数额。去年的经济，中国的话还有增长，美国不是还在加息吗？怎么拉垮成这样？就是因为它的加息把经济拉垮下来了。一般美联储加息的话，它是在抑制通胀，但是呢，也是会导致经济的一个衰退。这通胀原因就是之前的一个是新冠疫情，疫情的后续效应呢，一直影响到现在。2020年，全世界印了那么多钞票出来，然后大家就拼命的发钱，然后拼命的通胀。现在呢，通胀这个潮水几乎退了大半。但是也是留下了一地的鸡毛。还有年初的一个战争嘛，然后俄乌冲突导致的就是能源跟粮食的价格不断的上涨，也加剧了全球的一个通货膨胀。所以说美联储不得不加息，而且不停的加，然后一边加息一边在这边看着经济的衰退，熬到年底不行了，开个会说我们明年要降息。那个时候呢，我也赶紧发了几个长视频和短视频，跟大家说了这件事情，然后叫大家注意调整自己的仓位。美联储想要降息吗？其实不是他想不想的问题，而是现实情况迫使他不得不做出加息停止的决定。银行都快要倒闭了，企业要受不了了，房市也快撑不住了。8%的房贷利率，不管是房贷、车贷、学生贷、信用卡卡债，这么高的这些利率，整个美国经济都在那边喘大气，快要不行了。虽然说去年我们赚着5%、6%的利息，还挺高兴的，但其实我们收了很多暗手。那些政府啊、银行机构，我们就先不说了，离我们太遥远。我们就说说公司，加息的话，公司的融资成本就上去了，成本一上去，赚到手的钱必然就少了。那些公司也知道经济形势不好，那怎么办？一个就是减少投资，还有一个就是降本增效，降本。就把员工给卡掉了。去年那真是哗哗哗的裁员啊！你不要看美国劳工部统计的数据，那个数据美国12月的失业率才3.7%，你看看我这边，这个公司11月统计的数据，整个2023年这些大公司裁员的人数。BT 是家英国的电信公司，去年2023年裁了55000人。UBS 是家瑞士的金融公司，去年裁了35000人。亚马逊18000，微软1万。脸书1万，还有其他等等等等。这是2024年刚开年，已经开始要准备裁员的公司名单了。好了，失业风险增加了，如果再要去找工作又不容易。去年虽然工资涨了那么一点点，但是肯定跟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，无形当中我们的收入就变少了，物价又一直在涨。我们的生活成本就一直在增加，一直在增加。明面上我们拿到了5%的利息，但实际上面我们损失的可远远不止这点啊。2023已经不怎么样了，2024会更糟糕吗？会的，但是不用担心，我们有办法挺过去的。我们先看数据。
样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，2024年跟2023年全球的 GDP 是持平的，它是这么预测的。但是美国几乎腰斩，然后全靠亚洲和南非那边把经济给拉起来。这个是23年7月的预测数据，我找了个更近的，就是去年12月上个月的预测数据。这个是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一个预测数据，它的预测更加悲观。2023年呢，它是总结出来是 GDP 是 2.4，2024年的话，美国是直接是 0.9，比1都少。然后中国的话也会有所下降，印度也是。整体世界经济的话，从今年的 3.2 一直降到明年的 2.6， 降了20%多。数据上的一些偏差是因为他们预测的时间段不一样，这个的话更加接近一点。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23年12月表示，美国经济面临显著的风险，包括高通胀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12月发布的报告中表示，全球经济增长面临下行风险，包括通胀和地缘政治。世界银行 World Bank 在12月份发布的报告中表示，全球经济增长将在2023年放缓，并且在2024年进一步放缓，全是不好的消息。但是有句话怎么说的？大家都知道的风险，那就不是风险了，因为大家都做好准备了，大概率不会摔得太惨。虽然说历史上每次加息结束都会伴随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，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，08年的次贷危机，每次呢它股市都会跌个50%、60%、70%、80%，然后花个几年时间再恢复过来。但是我们同样也看到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，熬过那段时间之后，科技公司发展的那么迅速。08年次贷危机过后，美股迎来了10年的牛市。10年的时候稍微差一点的地段吧，一套独立屋2万美金，一套4连排的公寓房5万美金，房子那不叫房子，那就是白菜，随便捡。所以说我们接下来1年的投资规划就是稳住，不要浪，保证好自己手上的钱，前路是曲折的，未来是光明的。以下是我的一些思路，给大家做参考，不构成任何投资意见。一个就是趁着利率还没有降下来的时间窗口，买一些保本的产品。我这边说的保本是本金上不会亏，但并不是表示没有其他的风险啊。我们现在就把那些利率啊、通胀啊、机会成本的这种风险先放在一边。对于不太懂投资，或者说已经退休了不想烦心的朋友呢，2024年在利率还处于高位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些固定收益的产品当中，也就是说保本的产品当中获得比较稳定的收益。比如说定存 CD， 这个是最简单的，就是把钱锁定一段时间，然后到期了之后呢拿利息，利息当然是需要交税的，你只要比较它的收益率，然后看一下时间合适的就可以买了。还有就是债券投资，债券投资分很多种，有国债、机构债、市政债、公司债，还有高收益债券，这个也叫垃圾债。那我频道中最常讲的就是国债，因为这个就是比较简单，你看一个国家的信用就可以了。如果说一个国家它信用也还行，那给的利息呢也不错，那就是值得投资了。美国的话，他们目前给的短期利率给到了 5.5%， 然后又不用交周税，又加上国债流动性也比较高，它体量比股市更大，所以说要用钱的时候，如果不考虑价格的因素，还是比较好脱手的。关于美国国债，我讲的已经挺多了。那对于中国大陆或者没有美国社会安全号的朋友，可以通过富途牛牛买。我上期视频就有讲过如何开户，如何买美国国债，目前价格吧还行。除了国债之外，其他债券，比如说是机构债、政府债或者是公司债，那你在购买之前呢，除了对比它的年利率之外呢，再考虑一下它的偿还能力，因为并不是说地方上，比如说美国某个城市或州，它的还款能力一定是非常强的，这个你需要考察一下。还有一个保本的投资就是年金，年金的话就是你投资一笔钱，然后等到退休之后每个月都有钱拿，这个属于退休规划的一种。Fidelity 的不是特别合算，详细的话我以后再说吧。除了这个5%左右的固定收益产品，房市和股市我们也可以留意一下。随着美联储的降息，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机会。房产市场如果不出现重大的经济危机，房价基本不会暴跌，可能还会有小幅的上涨。虽然说2023年的房价有略微的下降，但是呢，你和2020年相比，涨了那么大一波之后，这么一点的跌幅，其实贵还是贵。
那根据 Zillow 的数据呢，今年如果买房的话呢，相对于2020年的时期会上涨40%，我觉得这还是保守估计，根本就上涨了60%嘛。那 MLS 呢，对各个地区的房价也有个预测，越是红的地方，表示它上涨的可能性越是大。抵押贷款利率从去年10月份的高峰期7.79降到了目前的6.5，这个区间呢是根据不同的地区、你的收入还有你的信用状况有不同的利率等级。那随着美联储的降息，预测今年年底的话，利率的话可能会到6%。所以说房子这块捡便宜的机会不大。如果是刚需的话呢，大家对比利率和自己的贷款能力，量力而行。股市的话，虽然去年涨得挺多，但是涨得多的大多是蓝筹股。熊市之后，机构先买回的肯定是这一类的公司。那随着美联储的降息，一些中小型的公司也有喘口气的机会，特别是趁着 AI 这股风潮，大量的相关公司呢得到飞速的发展，市场的热钱也是更倾向于这一类的公司。之前我们看到的去年100亿市值涨幅的前10家的公司呢，其中这3家是比特币相关的公司，这家是交易所，这边是信托基金，这个是支付。这3家是 AI 相关的公司 ，AI 芯片相关，数据中心支持。接下来就是电子、移动广告和自动化设备。大家发现了没有？80%得到华尔街青睐的股票，基本都是和 AI 数字化相关的。当然了，美股目前还在震荡当中，开年直接来了个5连跌，现在都在出货状态，不要急着去接盘。机会呢都是跌出来的，等到市场稳定之后呢，可以关注一些蓝筹股和成长型的公司。除了股市呢 ，AI 的发展也加快了企业创新的时间。很多 AI 的开源数据，甚至可以让个人开发自己的 App， 然后在应用商店上售卖。这个斯坦福华人团队研发的机器人，真的感觉以后养老就靠它了。做饭、清理、打扫，什么都会干，只要充电就能持续工作12个小时。2000年呢，其实是互联网经济的时代，但今后可能就是 AI 的时代了。风险和机遇是并存的。接下来1年，我会继续给大家更新投资的机会和理财的知识，希望大家都越来越好，早日财富自由。